这个小镇究竟有多离谱？原本是美军的堡垒，如今却成了宅人的梦中天堂。全镇不过300号人，结果全挤在只有14层高的楼房里，无论生老病死，全都可以在大楼里解决。更夸张的是，还有不少人这辈子都没踏出过大楼一步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惠特尔位于阿拉斯加一个内海湾的重要港口附近，整个小镇的人口只有区300人左右，面积呢就更可以忽略不计。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全镇仅有的一座14层楼高的叫做贝基奇塔的楼房里。这里呢本来是美军秘密修建的军事堡垒，只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美军给废弃了，之后呢就被改造成了民用公寓。贝基奇塔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呢，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。其实几百人住在一栋楼里也不是很奇怪，但是贝基奇塔可不一样。在这座大楼里，你能找到你需要的所有设施，包括警局、超市、医院、学校等等，甚至是教堂、体育馆等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说白了，贝基奇塔呢更像是个微型城市，就算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，不踏出大楼半步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也难怪惠特尔也被称为是宅人梦寐以求的天堂。不过会有这种生活方式呢，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气候，因为实在是太冷了，冬季最低气温甚至在零下20度，也就夏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10度，而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唯一能外出和进来的时候，全年降水量更是高达5000毫米，基本上不是下雪就是下雨。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，使得当地居民不得不抱团住在一起，好方便节省能源和资源。在惠特尔生活究竟有多轻松？这么说吧，你基本不用担心上班迟到的问题，毕竟坐个电梯就能直达，堵车更没有了。要是碰到了上班上学高峰期，会发生堵梯的事情。除了小部分人开了店面，大多数的居民呢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属于公务员，而且他们的工资高，工作也相对轻松。平时呢就是到处铲铲雪之类的，在工作的间隙还能溜达回家喝口水。但要说最轻松的，还得是警察。警局呢一共就3个人，本来大家就生活在一栋楼里，而且大部分人呢还都是朋友啊、同事和亲人，压根就不会担心会发生什么犯罪事件。至于孩子上学问题，就更不用担心了。惠特尔就有座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社区学校，就修建在贝基奇塔的旁边。但因为这地方有点冷，再加上周围还有不少野生动物出没，为了孩子们的着想，校长专门修了条地下通道，从家出发几分钟就能直达学校。上完班后放学了，还能去大楼里的超市逛逛，只要不是太特别的东西，其他的基本都能在这里买到。购完物呢，还能去楼里唯一的酒吧兼餐厅坐坐。自从30年前大老远从中国跑来这里的沈氏夫妇在这里开了这家酒吧后，可以说是全眠无休。当然了，为了满足人们的祈祷需求，楼里呢还建了座教堂，偶尔呢也会承担婚礼的举办场所。如果你是游客的话，顶楼的豪华旅馆能让你尽情的欣赏小镇外的美景。大楼或许没有你想要的一切，但却拥有你需要的一切。尽管惠特尔小镇看似美好，但在很多人看来，生活在这里不亚于自我囚禁，但也不能怪他们有这想法。因为惠特尔的气候原因呢，想要见到小镇，只有等夏天冰雪消融之后才行。更关键的是，小镇3面环山，1面临海，通往外界的通道有且只有一条长达4公里的隧道。这条隧道原本是用来通火车的，后来呢才当作是民用隧道，所以隧道比较窄，顶多容纳1辆车通过。因为在进出隧道的方向以及时间上都有着严格的控制，另外隧道也不是全天开放，一旦错过了时间就只能等第2天。因此外人称这里的居民为惠特尔镇的囚徒。不过在当地人看来，这种孤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他们呢不是没有选择出去的能力，只不过自己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，没事干嘛要出去呢？事实上，小镇300多人，其中超一半的居民都是不远万里来定居的人。惠特尔小镇是个魔力的地方，很多来到这里的人最后都不会想着要离开，他们觉得在这里能远离喧嚣，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平静。除了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惠特尔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。每当夏天来临，就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一番，远离世俗的平静生活。惠特尔旺季时期的客流量甚至能达到70多万人，为小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。就这么一个宅到底的地方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愿意来惠特尔永久定居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为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